对，这个我讲一下，就是我去 Coupon 你知道吧？Coupon 啊，韩国的某某，Coupon 的话，我买了那个韩国的免治马桶座，就是你可以按然后会喷水，上面还写韩文哦，看起来就是韩剧里面在用的那种哦，好便宜哦。台湾的免治马桶怎么贵成这样啊？怎么超级贵的呢？我家自己当初也有买哦，我们国际牌，我们一颗买到13000，还不是什么最顶级的，这东西怎么那么贵？非常的贵。那韩国的可能这个就是普及没普及吧，然后工厂大量生产。韩国的那个，我现在买起来3000多块而已，一个3000多块，一样接水线，一样什么使用起来都 OK。所以你完全可以装这种东西哦，花这个3000多块，然后装给租客去用嘛，有什么关系？就你有一个来自韩国的免治马桶座，这个没有比较秋吗？你租金要加，你就这样就能加得上去啊。你空屋什么都不整理，在人家靠背那个租金很低有没的，不用这样子了哦，不用这样子。整理好的房子也要化妆哦，自产客隐藏的装潢心法，轻松拉高租金。先说结论哦，你就先弄好软装，然后跟一些小化妆、小布置，那你的租金就可以拉得很高哦，这是真的，因为我刚拉完。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次影片聊了20年的人生剧本可以怎么走，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买整理好的房子还要化妆吗？那这次我们来聊一个会员问我的问题齁。那这个情况是这样，他因为之前没有整理的经验，所以就直接买一间投资客整理好的房子，然后问我说，我这样直接出租可以吗？那我还是要怎么调整这样？然后我就随便拿一张591上的类似的照片给他看哦，就是这种看起来不用整理，然后人可以直接入住的空屋这样。那这种房子哦，你想要直接出租没什么问题，但是我的手笔的话，我不会这样子做，因为那个租金哦不太漂亮，然后房客还需要自己去买一些家电，尤其是那个冷气这样。那会愿意来看的人，就变成怎样？变成他自带家具，这种人不是没有，就是偏少。所以变成说你在出租上你就没有特别的优势，因为坊间太多这种房子嘛，所以你要知道做一点小化妆就好。那在我看起来这种房子化妆起来现在已经简单很多很多了，这不是装潢这叫化妆整理那你不用去搞一些有的没的那种装潢工程，你就是处理好软装跟一些简单的手工就可以了。那这个手工是简单到说你跟你老婆就可以做的不用再去请工人什么的。那首先就是你要搞定全屋的家具家电双人床、被套、沙发什么的，然后冷气一定要装。我觉得冷气是人权那现在不装冷气是没办法，尤其我们又在高雄嘛。冷气这个我说明一下，冷气的费用是没有很贵那一般租客你看谁在那边自备冷气的那因为冷气移机非常的麻烦你拆又是一笔费用，装又是一笔，然后现在缺工嘛，很多冷气行都是不接单纯移机的。除非你是什么要把旧冷气换到另一间，然后这间要装新冷气这样他们才会比较愿意去接。那冷气移机又会有那个尺寸的问题租客可能搬到比较大的房子，所以以前那一间冷气就不够大台或怎样他移过来也没有用，所以他们不太可能会去自备冷气，真的不会，我就没看过有哪个租客会自备冷气的。反正你就是先装好就对了。那最后你要知道 CP 值很高的化妆技法，那像你这些软装该用的都用一用以后，应该看起来都差不多了。反正就摆得像 IKEA 或饭店这样，他们就会买单了。然后我多讲一个瓷砖来，你看图这就是刚才图片的近照。中古屋的瓷砖都这样，就是一块白白的，然后黑线我觉得这样看起来真的是丑啦像这种我会处理，不然它看起来会很掉价。那我的处理不是打瓷砖而是填缝填缝剂。虾皮就有卖然后就是把这个缝填掉，变白白的，就会差很多了。这个填缝剂它是你要毛起来去刷洗，它也会掉但是它大概就可以保说，如果正常使用，像如果干湿分离那个干区这个大概2-3个月、半年才冲一次水的话，那看起来都是白的，都没有什么问题。就这样，你看很简单，好像挤牙膏填缝，然后挤出来的地方刮刀去刮掉就好。填缝剂有2种像这种的还是像胶一样的东西那也有用粉自己调的东西那我都有做过这个跟八卦的时候再讲。那不会用的话你去搜下面这张照片的字就好。你看它弄完的成品长这样，你看就看起来就是差很多填缝这种东西，然后填缝这种东西就我个人认为它是魔法啦然后就是你一间老旧的中古厕所，那你只要让黑线变白线，其实就好看很多，那个看起来人家就不会觉得恶心这样
那一条也很便宜，一条100不到，马上可以取得哦，质感上会大幅的飞跃。那当然你这样就可以拉高租金，所以我这样算起来哦，你应该软装电器什么买一买，那50万以内一定是搞得定的，一定搞得定了。50万已经是家具家电都是全新的状况，然后你还可以做一些基础工程，比方说地板哦、油漆哦，然后换来的是什么？换来的是高于行情的租金跟稳定的租客，这样我觉得这样子是非常划算哦。就租屋这件事情啊，我以前啊，这个我要先承认，就是我以前也是放生出租，那买来怎么样子，我就直接租出去，然后就不好啊，哦，就非常的不好，非常的不好是指说啊，我就空屋嘛，啊，我真的要去等那个自备家具家电，或是进来之后愿意买的人，那种人哦，是怎么样？他没有不对哦，是我的不对，他就是说租金要便宜哦，所以我租了一个超低的价钱，然后这种他又自备家具家电又有小朋友的，因为我不是讲嘛，就是3房4房家庭租客很稳定嘛，然后就这样子租了5年哦，还8年了，我忘了。那他们就没有要搬的意思，可是我的租金就被定毛了，就定在那里，就一直那么低呢。啊，我又没那个脸皮去跟他说哦，我要调涨租金哦，就这样。反正哦，就是房子要化妆要整理去拉高租金。那我当然知道你就会说什么啊，可是你说这样子要额外花50万，那租金是能拉高多少？那假设我这样放生出租1间1万，那我可以拉高到13500好了，一个月3500，一年的话35000再加7000，一年拉4万块。可是我这样50万干下去，我要几年才能回本？我跟你说哦，我们没有在搞要回本这件事情，你大概都是回不了本的。那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要的是租金要被拉起来，哦，健康的现金流以外，你就是用租金去筛选你的房客哦，用租金去筛选你的房客，这样房客都会很安稳。我们要的就是未来健康现金流的这件事情，你可不可以都不整理放生出？可以，可是你的状况会很多哦，状况会比较多，那就是全凭运气了。那我们拉高租金去整理以后，就是比较有收入的人来跟你租。你说八大他们有钱啊，他们也会租，对啊，八大你看不出来你呢？对，所以我自己的手笔，我一定是把它整理的好好的。哦，对哦，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50%是自住换屋，那50%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哦。那前面讲到那个50%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哦，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哦。那50%的财富传承哦，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哦，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财富传承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我居然还有观众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OK 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说都会拍重大建设嘛，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
高雄我是很有信心啊，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哦，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哦。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哦。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哦？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哦。那我付的中介费哦，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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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个 go。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啊。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我最近就有整理一间，就帮朋友整理一间，它是1房1厅的新房子，1房1厅哦，连高雄都在盖1房1厅了，真的是1房1厅，然后就把它整理好。那个我会拍会员影片哦。那这个就是我的手笔，我没有说我是对的还是怎么样，外面的设计师是怎么样，我这意思就是每个人自己去做嘛，口说无凭。我一直说什么 IKEA， 我就真的去做 IKEA 哦，那就做一间，然后我就拍一间因为之前的那个租客在里面嘛，就拍一间因为小套房1房1厅做起来很快很好做，那就做完了，做完然后布置给你看，然后拉高租金拉给你看，就是这是有证据的。那我再重复一次我再强调一次，这是我的手笔我的手笔，我不能乱搞了，就是因为太好查了，你知道，又拍影片又什么的，所以我不能乱搞了。好，那我不乱搞的情况之下，我好好弄弄完之后其实也不贵真的是不贵。那边弄就会边想说这个人家来跟我们租房子，某个程度也是我们衣食父母嘛，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去克扣人家，就给他弄好好的让他住在这个就安身立命安身立命的地方这是我的手笔。我再强调一次，我的手笔。你如果是我，第一个你做不下去，第二个你花不下去，你就会在那边算投报率或是干嘛嘛。但相对的，我的租金就可以拉得超级之高我有在管人家骗人家吗？没有那我给人家好东西。然后我的租客职业都很好，都很稳定，就这样。当然如果今天上升到我要管理比方说200间房子，我也没办法每一间都这样子做。但你房子几间还好吧？对啊，那就自己的房子自己顾，慢慢弄整理漂亮，整理干净，然后去用在租金来筛选出这个有实力的租客，后面都会安稳非常非常的多。我真的是建议用这种方式。那讲简单的技法就是说油漆我个人认为你自己油就好了你自己去处理，除非它的墙面有部分已经漏水壁癌，不然的话油漆这个事情你大概你自己做就好。室内有几个东西它影响很大可是它乍看下又看不出来。我现在看起来是3个东西，第一个地板，第二个墙面就油漆啦第三个是灯，就这样。那这3个真的是魔法呢，真的是魔法呢。反正我会员影片会拍啦，就拍给那个会员们看说你要整理就是这样子整理这样子的话自己一个人其实都能做。如果你要施工，我是建议2个人去，那另外一个递东西或是干嘛。然后最主要是你在施工的时候，你要是不小心摔下来会不会电到那现场还有人帮你叫救护车这是安全的考量反正就这样。然后地板是这样地板就你弄得再好，可是你的地板跟以前一样，以前的那个40年公寓的那种，以前的那种口香糖的加氯酰有没有？地上就是加氯酰的，那也是没什么救。我老实说，那地板的话也有很多便宜的选择什么 SPC 然后什么免胶地板都可以。我那一间整理的，我铺的就是免胶。其实再让我来一次我应该会全间还是通铺那个 SPC。好，那就地板弄好了以后，然后接下来是墙面的油漆那我们都讲油漆，现在不会有什么油了啦，现在都是水性的。我们都用水性，就是冲得掉的。你在现场比较好作业，不然你还要搞那个松香水或什么，不用那就是水性的油漆，然后自己漆就好了。那有状况的先处理掉，除非真的就是漏水壁癌人家来弄，不然的话你就是自己处理掉，然后补土，然后怎样要打磨，然后大概就是这样。我讲的打磨只是说你补完土之后，因为你东西有钉子嘛，你拆下来，你补完之后去简单等它干去磨，就这样而已不是说整面墙做跟豪宅一样它摸过去都没有起伏，不是那种打磨。就油漆我现在颇具心得啦那个心得就是油漆真的是魔法，油漆加灯那个打下来那个气氛完全不一样，真的不一样。然后灯的话就是我就 IKEA 那边嘛，我为什么那么强调 IKEA 是 IKEA 做生意的呢？
它一定是做最主流的流行口味，你知道，所以这个是市场接受度最高的装潢风格。那我们就去抄人家作业嘛。好，那 IKEA 我之前影片也讲过说灯怎么样，吊灯你绝对不敢像 IKEA 一样吊那么低。啊，底下留言就有来讲，后来他们去 IKEA 看，真的呢什么的这样。啊，也有那个观众提出另外的看法，他说啊，大家要拍照他灯如果不吊低，你拍不到灯，好，这是一种考量。但我那一间我就把它吊得很低真的，你看到你会说灯吊那么低 OK 吗？刚我跟你讲很 OK， 非常的 OK， 看起来就是很美很漂亮这样那灯吊的低，再呼应那个油漆跟地板，接下来你大概怎么摆都好看，你摆小北百货塑胶椅这个也会好看。所以这种基础大件的东西灯光的魔法要先弄好。然后讲一个我的心得啦，就是说我们台湾跟那个欧美IKEA欧美地区的嘛，生活习惯不一样，所以他们的那个居家装潢设计他们是用灯来分功能区。什么是用灯来分功能区呢？就是说主卧就是暗，你自己去看你的美剧是不是主卧暗的跟什么一样？它就是2盏床头灯，大概就是这样，就黑黑暗暗的，很有格调这样那我们台湾就是要一个日光灯、吸顶灯那一打，然后全间都是亮的，然后很难看这样那他们不是他们整间主卧就暗暗的，只开床头灯看起来很有气氛这样。OK， 就用灯去做功能区，该亮的地方亮就好了。比方说书桌，那书桌的话谁来负责亮？台灯，那是台灯的事那我们台湾不是，我们台湾是一开全间都要亮，亮到可以直接读书写作业那也不好看那这个真的是生活习惯不同啦，所以我在做我也是会切一下，我不是全间都这样我客厅一样是让它点那个叫吸顶灯然后主卧就是休息区啦。你在主卧，我知道床上偶尔你跟另一半要运动或是什么那个再说但是主卧主要就是用来休息的嘛那休息的话就是走气氛，就是把它打漂亮这样。我先放一张照片上来反正整理成这样这个就是主卧的灯然后你看油漆然后地板都有被处理过，其实看起来气氛就会好非常非常非常的多了。然后就这么简单，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不做就这么简单，讲几次了，就说 IKEA 我在市场上确实就是没看见。然后如果说有带装潢出租，那个装潢也是它没有到丑，它就是不够的我跟你讲氛围感真的是不是我厉害是那个 IKEA 厉害你只要这些基础工程就是地板、油漆、灯都有弄好以后，那接下来 IKEA 再去摆上去，那个氛围感自己就出来。IKEA 是真的很厉害，像我以前也是我们就误解 IKEA， 就是说现场看很漂亮，然后摆回家觉得还好，灯光的关系。我跟你讲，你就照 IKEA 那样子去调，它设温2700K， 你就2700K 就这样打下去是真的很漂亮真的是就很美了我自己看了我都觉得哇，这个如果是女生来应该是没有办法抵抗的。参考看看小套房或是你的3房2厅或2房1厅的主卧，你就把它整理成这样，有什么问题吗？这些东西花一花加一加就自己去刷油漆，自己去铺那个地板还好然后自己换灯还好，又没有什么很困难处理的地方。比方说我天花板要重顶，或是比方说我的铝门框要拆掉重新包框，就没有这个还好，真的还好。那既然是这样，我们就能提供给租客一个很好的生活品质，我为什么不做？租金又能拉高，就流派吧那我的手笔我就是会做成这样那别人的手笔我知道会东省西省可以住就好那他就是要忍受不好的租金跟比较有状况的租客然后厕所讲一下，你厕所就是要给人家干净明亮然后不要有脏脏恶心的感觉。我们男生都没有差，我们当兵都在上了，对不对？那边找个草地蹲下来5分钟之内解决，这个我们都能上了。我们哪有差有差的都是女孩子。女孩子你就是让那个厕所怎样？厕所我的看法是一定要怎样明亮厕所就是亮就对了，你就让它亮明亮以后会暴露很多的那个缺陷你瓷砖有破损有黑缝我刚刚不是也讲填缝了吗？然后五金换掉换马桶是我的手笔，我就是觉得中古屋的马桶很恶心然后冲水什么力去搞那个水阀干嘛？你就直接把它换掉换一颗一体的，就是它不是马桶跟水箱隔开，你就换一颗一体的，然后马桶做马桶盖。对，这个我讲一下，就是我去 Coupon 你知道吧？Coupon 韩国的某某Coupon 我买了那个韩国的免治马桶座，就是你可以按然后会喷水，上面还写韩文看起来就是韩剧里面在用的那种好便宜台湾的免治马桶怎么贵成这样啊？怎么超级贵的呢？我家自己当初也有买我们国际牌，我们一颗买到13000，还不是什么最顶级的，这东西怎么那么贵？非常的贵。
那韩国的可能这个就是普及没普及吧，然后工厂大量生产，韩国的那个我现在买起来3000多块而已，一个3000多块，一样接水线，一样什么使用起来都 OK， 所以你完全可以装这种东西哦，花这个3000多块，然后装给租客去用嘛，有什么关系？就你有一个来自韩国的免治马桶座，这个没有比较秋吗？你租金要加，你就这样就能加得上去啊。你空屋什么都不整理，在人家靠背那个租金很低有没的，不用这样子了哦，不用这样子。然后再来是，反正厕所你就是干净明亮哦。那干净还有几个东西要换，马桶要换，然后厕所的五金都把它换一换，就是那个洗脸盆看起来很恶心，把它换掉。洗脸盆哦，其实虾皮买就可以了，超级便宜哦。然后浴镜我现在喜欢用，它要插电的哦，然后自己会发光的，很亮很漂亮的那种。那个哦真的很厉害，那个氛围哦一打，我跟你讲，女生一定中，因为她可以对着镜子哦，然后在那边点那个镜子的灯，就在那边化妆。总之就是5G 看到的脏脏的东西换一换，然后缝填一填，然后发霉的洗力控就把它割掉重打。然后大概一间厕所就这样子哦，那或换天花板，因为天花板很多很恶心嘛，或重做天花板。天花板哦，这个其实没有困难到哪里去，你自己钉就好了。你把天花板都拆下来哦，然后拆下来以后，旁边人家一开始做好的定位的那个木块哦，人家那个水平都帮你抓完了，你不要去动它，那你就剩下不是脚踩一踩，切一切，然后贴那个边，然后就是那个塑胶片，然后把它放上去，最好是木纹的。这样看起来就很漂亮，然后再钻一个洞，然后让那个吸顶灯出来。我要表达的事情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啦哦，你自己动手，你就可以让这整个房子就焕然一新哦。看起来它是中古屋，对不对？对，但是很漂亮。我现在依然没有办法自己做的东西，就那个漏水壁癌哦的砸墙处理、水电的系列哦，这个我没办法自己处理，跟那个铝门窗换门跟包框，因为都扯到你一做，你知道。然后现在门好贵哦。我说大门，一般家里的那个浴室门、塑钢门那个还好，那个一片2000块吧。高雄这边的价格还来帮你装，那个大门好贵哦。现在大门就要什么防火啊、安诺都安诺啊，哦，这最近刚在大装潢一间要卖的，一扇门5万哦，好贵哦。像那种我就会考量一下，就不一定要换门哦，就可能用那个金属漆把它清洁以后重新漆过，你让那个门看起来不要那么的难看就可以了。这些东西啊，是我认为的那个整理化妆，然后之后这是摆绿植、摆假书、摆熏香哦，这些东西摆好摆漂亮，其实就很厉害了，然后就可以拉高很多租金了。我们做个好房东啊，哦，做个好房东，我们在力所能及的地方提供给租客好的生活哦，那租客就认真挑，8+9就是不要，讲话很奇怪的就是不要，让他们住我们的房子，舒舒服服的成家立业，这没有什么不好哦，这是我的手笔啦哦，做个好房东，大概就这样。